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8月1号，欢迎收听 TCMIC 的 Daily CNC News，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，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。那在我们请皑皑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，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。以下是今天要讲的新闻，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，我们将聚焦台湾工具机出口现状及未来展望。根据最新统计，台湾工具机上半年出口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下滑，全年出口衰退恐成定局。接下来第二则新闻，我们将带来一则来自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消息。一项最新研究显示，机器学习模型成功预测混沌系统的行为，这一突破将对气象预测、金融市场分析等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。接着第三则新闻，我们要探讨的是一则来自科技前沿的重要新闻。NVIDIA 公司近日宣布推出一系列新技术和平台，旨在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开发。这一举措将利用 AI 和机器学习的最新进展，为医疗、制造和服务业带来革命性变化。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，我们要探讨一项令人振奋的制造技术创新。透过 3D 列印技术，卡盘爪的重量成功减轻了 77%。 这项创新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，还显著减少了能源消耗。那最后一则新闻，我们来关注一则来自 3M 公司的重要新闻。3M 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麦克罗曼计划对公司的研发进行全面革新，以提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。以上是今天的5则新闻摘要，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每则新闻的详细内容吧。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，我们将聚焦台湾工具机出口现状及未来展望。根据最新统计，台湾工具机上半年出口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下滑，全年出口衰退恐成定局，创疫后连续2年负成长的局面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上半年的具体数据。根据台湾机械工业工会和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会汇总的统计数据，上半年工具机出口值为 10.75 亿美元，占总出口的 7.6%，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15.5%。 这一数据显示，下半年并无好转迹象，全年出口值可能创下近5年最差纪录。工具机工会原本预估，今年工具机产值可从去年的 37.1 亿美元微幅增加至 37.7 亿美元，呈现小幅成长。然而，随着大陆终止 ECFA 早收清单的政策实施，将对下半年的出口增添更多变数，全年出口衰退恐怕难以避免。台湾机械工业工会秘书长许文通指出，台湾机械设备上半年出口值以美元计价仅年减 1.3%， 这相对较好，但下半年仍存在挑战。他预计，美国因会降息，且半导体产业因 AI 议题不断增温，纺织、织鞋等行业也受国际赛事需求增加的影响，形势有所回升。不过，工具机产业仍面临较大压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许多台湾工具机大厂如友嘉、台中精机、永进、动台、成泰、亚威、高峰、台湾龙泽及上银等都在大陆设有工厂，这使得他们能够增加就地生产比重，减少冲击。然而，巧福未在大陆设厂，虽然赶在 ECFA 终止前将机台运抵大陆并完成报关，但其主管坦言，目前大陆市场接单停滞，美国方面因大选诡谲多变而下单放缓，下半年接单出货比上半年更差，但仍可望胜过去年同期。工具机工会表示，大陆取消 ECFA 早收清单零关税优惠前，多数会员厂商已通过多元布局，减少经贸情势波动的冲击。然而，仍有部分中小型厂商受此影响较大，面临严峻挑战。总体来看，台湾工具机产业面临多重挑战，全年出口衰退恐难避免。尽管一些企业通过多元布局减少影响，但经贸波动和政策变化仍给业者带来不小的压力。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，我们将带来一则来自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消息。一项最新研究显示，机器学习模型成功预测混沌系统的行为，这一突破将对气象预测、金融市场分析等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。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机器学习技术，
开发出一种能够预测混沌系统行为的模型。混沌理论研究的是高度敏感且不可预测的动态系统，如天气、股票市场和地震活动等。传统方法很难精确预测这些系统的长期行为，但机器学习的加入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。研究团队选择了经典的罗伦兹系统进行实验。罗伦兹系统是一种简单的混沌模型，常用于模拟大气动力学。他们将大量的数据输入机器学习模型，训练模型识别和学习系统中的复杂模式。结果显示，该模型不仅能够准确预测罗伦兹系统的短期行为，还能够提供对长期趋势的有价值洞见。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。首先，在气象预测方面，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可以提高天气预测的精确度和可靠性，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极端天气事件。其次，在金融市场分析中，这一技术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市场走势，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的决策依据。此外，地震预测、环境监测等领域也将从中受益，推动相关技术和应用的进步。研究团队强调，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，但仍需进一步完善模型，提升其在不同混沌系统中的适用性和稳定性。他们计划将这一技术应用到更复杂的实际系统中，验证其预测能力和应用潜力。总的来说，这一突破性研究为混沌系统的预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，不仅有助于科学家更深入地理解复杂动态系统的行为，也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更多的应用机会和发展前景。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新研究，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多便利和价值。接着第三则新闻，我们要探讨的是一则来自科技前沿的重要新闻。NVIDIA 公司近日宣布推出一系列新技术和平台，旨在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开发。这一举措将利用 AI 和机器学习的最新进展，为医疗、制造和服务业带来革命性变化。根据 NVIDIA 发布的消息，这些新技术包括强大的计算平台和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，专为人形机器人的开发和应用而设计。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发表讲话时强调，这些技术将极大地提升人形机器人的智能和灵活性，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执行复杂的任务。首先， NVIDIA 推出了其最新的 AI 计算平台，该平台基于最新的 GPU 技术，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高效的能源管理。这一平台能够支持大量数据的实时处理，从而提升机器人的反应速度和操作精度。通过这一平台，人形机器人将能够进行更加复杂和精细的操作，例如在医疗手术中执行精密操作，或在制造业中进行高精度的装配和检测。此外， NVIDIA 还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机器人学习和训练的软件工具，这些工具能够帮助开发者更快地训练和部署机器人。通过这些工具，机器人可以在模拟环境中进行大量的学习和测试，从而提高其在真实环境中的表现和可靠性。这一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，从医疗机构中的护理机器人到零售业中的服务机器人，都能够从中受益。NVIDIA 的这一举措不仅有望推动机器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，还将为各行各业带来深远的影响。在医疗领域，人形机器人可以帮助医生进行精密手术，减少手术风险和提高手术成功率。在制造业，机器人可以接管重复性高、风险大的工作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。在服务业，机器人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服务，提升客户体验。总的来说， NVIDIA 的新技术和平台为人形机器人的开发和应用带来了新的契机。我们期待这些技术能够迅速推广应用，为各行各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变革，并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，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项令人振奋的制造技术创新。透过 3D 列印技术，卡盘爪的重量成功减轻了 77%。这项创新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，还显著减少了能源消耗，为制造业带来了新的突破。根据 Production Machining 的一篇文章报道，位于美国的一家制造公司最近采用 3D 列印技术制造卡盘爪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传统的卡盘爪通常是由实心金属制成，其重量对机床的运转效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而透过 3D 列印技术，
该公司成功将卡盘爪的重量减轻了77%，这不仅减少了机床的负荷，也提高了整体生产效率。这家公司的技术专家表示，3D 列印技术使他们能够在设计上进行更多的创新。他们使用了网状结构来替代实心金属，这样的设计在保持强度的同时，显著减少了材料的使用量。这不仅降低了制造成本，还减少了能源消耗，对环境保护也有着积极的影响。在生产过程中，3D 列印技术的应用使得卡盘爪的制造变得更加灵活和高效。传统制造方法通常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，而 3D 列印技术则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复杂的设计和制造，并且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及时调整，这为制造业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便利。此外，这一创新技术的应用不仅限于卡盘爪的制造，在其他机械零部件的制造中， 3D 列印技术同样展示出了其独特的优势。例如，在航空航太领域，重量的减轻对于提升飞行器的性能和降低燃料消耗至关重要。3D 列印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，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。总结来说， 3D 列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正日益广泛，其所带来的效益也愈加明显。这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、更经济的制造解决方案，也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我们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企业采用这一技术，推动制造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。那最后一则新闻，我们来关注一则来自 3M 公司的重要新闻。3M 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麦克罗曼 Mike Roman 计划对公司的研发进行全面革新，以提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。根据 Industry Week 的报道， 3M 公司的新任首席执行官麦克罗曼表示，他将对公司的研发进行彻底的改变，强调创新和市场导向。罗曼指出，公司需要更灵活、更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，以保持竞争力。他强调，未来的研发将更加专注于高增长领域，如数位化、健康护理和可持续发展。罗曼认为， 3M 过去在创新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，但现在是时候进行变革，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。他计划通过加强与客户的合作，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，来推动研发方向的调整。这将有助于公司更好地预测市场趋势，并迅速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。此外，罗曼还强调了数位化的重要性。他表示，数位技术将在未来的研发中扮演关键角色。3M 将加大在数位化方面的投资，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慧来提升研发效率和产品创新。这不仅能够提高产品质量，还能够缩短研发周期，让公司能够更快地将新产品推向市场。在健康护理领域，罗曼计划加强与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合作，推动创新药物和医疗设备的开发。他指出，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健康意识的提高，健康护理市场将有巨大的增长潜力。3M 将抓住这一机遇，开发更多创新产品，以满足市场需求。罗曼还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。他表示， 3M 将致力于开发环保型产品，并在生产过程中采取更多可持续发展措施。这不仅有助于保护环境，还能够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，吸引更多注重环保的消费者。总结来说，麦克罗曼的研发革新计划旨在通过加强创新能力和市场导向，提升 3M 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。这一计划将帮助公司在未来的科技和产品开发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，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这里是 TCMIC 新闻，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与自动化领域的资讯，敬请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 TCMIC Daily CNC News。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的发展，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，还有行业资讯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请给我们一个5星好评或按赞，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，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？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